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家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关千年不腐女尸的故事——长沙马王堆。马王堆自20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，一直都有很多谜团无法解开。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墓主人辛追夫人的尸体，在地下埋了2000年，挖出来以后，肉身保存完整，甚至关节都可以活动。现在看上去好像是一具钢尸，是吧？但是在刚出土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技术让它接触空气之后一点也不变质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其他出土的文物更有意思，比如辛追夫人一件素纱单衣，重量只有49克，用我们现在的技术，花了10年的时间想仿制一件这么轻的都做不到。还有一本帛书，内容很像《道德经》，但是具体内容跟《道德经》有很大的差异，以及一本当时考古学家没有公开展示的房中术。这些文物的背后都有什么故事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是专门讲有关历史上的奇闻趣事、未解之谜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类的话题，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以后更新的视频。我们时间回到1971年，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，为了响应国家号召，全国各地都在举行深挖洞、广积粮的运动。解放军366医院想要扩建，于是准备挖地下防空洞作为临时救护所。当洞穴挖到几10米的时候，施工人员发现这个地下的土有点不对劲，因为土里有大量类似面团一样的白膏泥，其中就有一个施工人员站出来说，这个下面必有大墓。这个工作人员说他祖上有人做过盗墓贼，所以懂得一点这方面的知识。他说白膏泥在秦汉时期就是木土，粘性很大，不易渗水，还有防腐的作用。一听这里边有大墓，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就拿着钢钎朝着白泥膏使劲的插了一下，拔出钢钎之后，这个洞就喷出了一股刺鼻的气味。当时有人在抽烟，这个气体遇到明火之后就燃烧了起来。好在钻孔不大，里面的气体就像煤气灶一样一直向外喷火，火苗是蓝色的，跟鬼火一样。这些工人立刻暂停施工，把情况报告给了湖南省博物馆。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立刻赶往现场。当他们拿着氧气袋赶来，想要收集喷出来的气体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由于暴露的时间太长了，气体已经变得非常微弱，这个时候再想收集已经很难收集到了。虽然没有采集到这些气体，但是他们能够准确地判断说这是一座大墓，因为这个喷出气体的现象，用盗墓专用的话来说就是火洞子。遇到火洞子必有大墓，而且有火洞子的墓一般都没有被盗过，正因为保存的特别完整，所以里面的气体没有跑出来。经过现场勘查，他们确定这里是一座汉代古墓，于是湖南省博物馆组成了一支30人的考古小组，对古墓进行挖掘。起初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墓当回事儿，因为这个地方早在20年前1951年就发现过墓葬，并且在1952年研究人员就下出过结论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型的汉代墓葬群。所以在1971年这次发现了一个汉代墓，他们一点也不奇怪，所以才派了这么点人过来。可是这几个人越挖越感到奇怪，因为这个墓太大了，他们也拿不准主意。这个墓挖开容易，但是如果是大墓，里边必然有珍贵的文物，凭他们这30人小组的手段，肯定是做不好保护工作。所以他们决定先停止挖掘，把情况报告给上级，等北京派来专家之后再继续挖掘。他们猜的不错，这个墓里可不仅仅是有珍贵文物这么简单，他们的做法也很正确，在不确定是否可以保护好文物的情况下，先暂停挖掘。不像早些年自称专家的郭沫若，考古从来不考虑保护文物，虽然名义上是中国历史研究所的所长，但实质上跟盗墓贼没什么两样。他挖掘明丁丁的事儿，我在秦始皇陵那个视频中提到过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。等专家过来之后，小组的人已经把墓口清理了出来。出现在专家眼前的是长20米、宽17米的大型墓穴。看着这么大的墓穴，专家的惊喜之余还有一丝担忧，因为汉墓只要稍微大一点，基本上都被盗墓贼光顾过。因为汉代盛行厚葬之风，人死了之后恨不得把家底全都拿出来埋在地下。再加上东汉末年，我们也都知道，曹操手下有一队摸金校尉，专门负责盗墓，所以大型的汉墓一般都有10墓9空的说法。关于摸金校尉，我们以后也会出一期视频单独去讲。在他们开始发掘之后，还真的在墓口的一角发现了一个盗洞。当时专家的心都凉了，费了这么半天劲赶过来，别弄一个空洞。但随着他们继续深入，发现这个盗洞挖了一段之后就停了，
可能是感觉挖了很深挖不到东西，于是就放弃了。就在他们停止的地方，专家又继续挖了1米左右，就挖到了墓的果实。也就是说，当年那伙盗墓贼如果再坚持一会儿，再往下深挖1米，那墓里边所有的宝贝我们现在就看不到了。那伙盗墓贼啊，在当时也可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了。这真的是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可能这就是天意。发掘工作在1972年完成。这次发掘，他们一共发现了3个墓穴，1号墓规模最大，3号墓其次，2号墓最小。出土的文物也是1号墓最多，其中最出名的千年不腐的女尸就是1号墓主。这点就使考古学家很好奇，古代3纲5常，女性的地位普遍不高，而这个1号墓主是2号墓主的妻子，3号墓是他们的儿子。按理来说，最大的应该是2号墓，那为什么这个身为一家之主的2号墓却是规模最小的？他们带着这些疑问，开始在随葬的书帛中寻找答案。因为这些随葬品中有大量的文字记载，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查到了有关墓主人的身份。在公元202年，汉高祖刘邦在垓下之战打败项羽之后，正式称帝，建立西汉政权。为了稳固统治，他分封了7个异姓王，各守一方，其中吴芮被分为长沙王。到了刘邦末年，他害怕7个异姓王造反，准备除掉异姓王，换成他们刘家自己的人。但是长沙王的实力很强，并且占据了一个军事要地。长沙国南边紧邻南越国，如果刘邦强行出兵攻打长沙，长沙王肯定会勾结南越的国王反击。于是刘邦放弃了削藩长沙的想法。但是为了防止长沙王叛变，刘邦给长沙派去了一名丞相，负责监督长沙王吴芮。这个人就是马王堆2号墓的墓主人李沧。李沧在长沙身为丞相，自然家底丰厚。他的老婆辛追，也就是1号墓主，生前肯定也是跟着他享尽了荣华富贵。而李沧死后，是他的儿子继承了爵位。所以专家分析，这个2号墓李沧是最先下葬的。他的儿子继位之后，他家比以前更加繁荣。辛追作为母亲，在家里的地位也就变成最高的了，类似《红楼梦》里边老太君那样的。所以在辛追死后，他的墓有很大的规模。科学家通过 AI 技术，根据这具尸体的样貌，还原了辛追夫人年轻时候的样貌。现在在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还原之后的辛追夫人。但是在当年挖1号墓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那么高的技术来保证这具尸体出土之后丝毫不变质，所以这具真实的尸体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当时考古人员打开椁室之后，最先看到的是像茶一样的液体，当时他们以为是由于地下潮湿积在棺椁上面的水呢，没想到这个水就是尸体防腐的关键。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里面的尸体保存的这么好，所以这些防腐液当时也没有太在意，简单的抽起了2罐样品之后，其他的就倒掉了。他们只想赶紧打开棺椁。当棺盖打开之后，他们发现这是一个4层棺。要知道古代皇帝才会用到4层棺，所以正常人的墓室最多不能超过4层。从棺椁就能看出当时辛追夫人的身份确实很高。棺椁内呈现井字形的格局，中间是放置尸体的棺材，四边的方格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陪葬品。随后他们打开最后一层棺椁，里面装的就是墓主人。因为在开棺之前，考古人员根本没有想过尸体还没有腐烂，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。以前他们看到不腐的尸体，一般都是像木乃伊那样的干尸，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腐的尸尸。所以当时考古人员打开棺椁，揭开裹在尸体上的丝织物的时候，看到尸体正在迅速的变质，于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，他们把尸体取出来放在木箱里，然后在木箱里放满冰块，起到了一个暂时冷冻的作用。等运到实验室后，他们立即对尸体进行研究。这具尸体身高154厘米，重34.4公斤，尸体的头发甚至睫毛都保存得完好，手上的指纹清晰可见，身体的各个组织均有弹性。随后研究人员对尸体进行解剖，还在尸体的胃里发现了138粒甜瓜子，说明它是死于瓜熟的季节，大概是在夏秋季节。这具尸体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尸尸，从此以后这种尸尸的尸型被命名为马王堆尸型。那么在这里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，但是这个话题没有结束，我们在下一期还是会继续讲有关马王堆的话题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